歡迎嚟到懸疑檔案。1991年，11歲嘅 Jayce 喺返學途中俾人綁架咗。當時有幾位路人都目擊到整個過程，可惜警方咁多年嚟都冇辦法揾到 Jayce，直到2009年 Jayce 先終於獲救。1980年5月3號出世嘅 Jayce，同媽媽 Terry、繼父 Carl 同埋同母異父嘅妹妹 Shayna 居住喺加州南太豪湖。1991年6月10號早晨， Jayce 好似平時一樣行路去到屋企附近嘅巴士站等校車返學。喺去巴士站嘅途中，一架載住2個人嘅灰色轎車停咗喺 Jayce 嘅身邊。Jayce 以為佢哋想要問路，嗰個男人搖低咗車窗，就用電槍將 Jayce 電暈咗。車上嘅女人即刻落車，將 Jayce 拉到車入面，嗰架車就即刻離開咗現場。當時有幾位目擊者目睹咗整個過程，包括 Jayce 嘅繼父 Carl 即刻踩單車追咗上去，但係始終都係冇辦法跟上架車嘅速度，只能夠眼白白咁望住架車消失喺自己嘅眼前。之後 Carl 馬上報警，警方出動咗警犬進行搜查，社區嘅志願者亦都參與咗搜查行動，可惜都未能夠揾到 Jayce。喺搜查行動進行嘅同時，嗰架灰色轎車已經到達咗距離南太豪湖273公里外嘅 Antioch。綁架 Jayce 嘅係一個叫 Philip 嘅男人，同埋一個叫 Nancy 嘅女人。Philip 係一位性罪犯，有多次嘅性犯罪記錄。1972年，佢對一位14歲嘅少女落藥，並性侵咗佢。1976年6月，Philip 誘拐咗一位19歲嘅少女上車，之後佢用手扣住嗰名少女，並性侵咗佢。同年11月，Philip 喺南太豪湖誘拐咗25歲嘅 Catherine 上車，之後佢將 Catherine 載到一間儲存小屋，並喺嗰度性侵咗佢。呢個時候喺附近巡邏嘅警察發現咗 Philip 停喺小屋出面嘅汽車，佢行近小屋望下，發現小屋嘅門鎖被破壞咗，於是佢就敲咗門。Philip 應聲開門。呢個時候 Catherine 不斷大嗌向警方求救，於是 Philip 立即被逮捕。雖然 Philip 被診斷出患有性變態，加上佢有長期濫藥嘅習慣，精神科醫生認為 Philip 犯案嗰陣可能受到咗藥物嘅影響，導致精神錯亂，但係法庭最終都係判佢入獄50年。喺 Philip 服刑期間，佢認識咗前嚟探望阿叔嘅 Nancy。Philip 同 Nancy 於1981年喺監獄結婚。1988年喺 Philip 服刑11年之後，佢被假釋出獄。兩夫妻搬入咗 Nancy 位於 Antioch 嘅屋企，同 Nancy 患有老人痴呆症嘅媽媽一齊住。由於 Philip 係一位性罪犯，所以佢嘅生活必須被監視。喺假釋期間，佢必須佩戴裝有 GPS 嘅電子腳鐐。假釋官同警方亦都會定期去到 Philip 嘅屋企進行探訪。喺將 Jayce 捉走之後， Nancy 喺車度除低咗 Jayce 嘅衣物，只係用一張氈將佢冚住。喺到達佢哋位於 Antioch 嘅屋企之後，佢哋將 Jayce 收埋喺後院嗰間完全隔音嘅小儲存室入面，並用手扣將 Jayce 扣住，限制佢嘅行動，仲警告佢如果佢嘗試逃跑嘅話，儲存室外嘅杜賓犬就會攻擊佢。
之後，Philip 逼 Jace 同佢一齊沖涼。1個禮拜之後，Philip 就性侵咗 Jace。喺跟住落嚟嘅時間入面，Philip 每個禮拜至少性侵 Jace 一次。喺 Jace 被綁架嘅1個半月之後，Philip 將 Jace 移到一個比較大嘅空間，並將佢扣喺床度。Philip 話俾 Jace 知，係上天派 Jace 嚟解決佢嘅性問題嘅，而 Jace 同佢發生性行為就等於係拯救咗其他女仔。喺被綁架嘅7個月之後，Philip 先至將妻子 Nancy 介紹俾 Jace 識。Nancy 送咗個毛公仔俾佢飲咗一杯朱古力牛奶，並且向佢道歉。雖然 Nancy 係一位看護助理，但係佢就唔係拯救 Jace 嘅天使。Jace 將佢形容為一個擁有扭曲性格嘅惡魔。Philip 曾經因為藥物檢測唔過關而短暫入獄，而 Nancy 就接替咗丈夫嘅角色，喺呢段期間幫助丈夫操縱 Jace。Jace 喺被禁錮期間都有寫日記嘅習慣。有一次，Philip 發現佢喺日記上寫低咗自己嘅名，佢即刻就將所有 Jace 嘅名嘅頁數全部撕咗落嚟抌晒，並警告 Jace 唔准再講出或者係寫低自己嘅名。自此之後，Jace 只能夠用 Alisa 嚟稱呼自己。1994年，喺 Jace 被禁錮咗3年之後，Philip 終於解開咗佢嘅手銬。Jace 喺呢幾年時間入面食嘅都係快餐。然而喺嗰年嘅復活節，Jace 第一次食到咗熱嘅食物，因為 Philip 夫婦認為佢有咗 BB。1994年8月18號，14歲嘅 Jace 喺屋企誕下咗大女，並喺1997年11月13號誕下咗細女。Jace 只能夠喺後院撫養佢嘅女，而且仲必須對外人稱自己嘅女係佢嘅妹妹，而 Nancy 就係佢哋3姊妹嘅媽媽。佢哋都唔可以去到學校返學，只能夠喺屋企自學。2009年8月24號，Philip 循例去到舊金山嘅 FBI 辦公室報到，佢將長達4頁嘅文件交咗俾 FBI。內容係關於佢成功克服性變態嘅一啲方法。佢提到宗教信仰幫咗佢好多，並希望呢啲資料可以幫助到其他性罪犯。之後，Philip 帶住佢同 Jace 生嘅2個女嚟到咗 UC Berkeley 嘅校園警察辦公室，申請喺大學舉辦宗教活動。校園警察 Lisa 同 Philip 對話之後，佢隱約感覺到 Philip 嘅行為有啲古怪，而且嗰2個細路女睇起嚟好抑鬱，對 Philip 十分順從。於是佢留低咗 Philip 嘅名，並約佢聽日見面。喺 Philip 離開之後，一位叫 Ellie 嘅警員對 Philip 進行咗背景調查，先發現原來 Philip 係一位被假釋嘅性罪犯。第2日，Philip 帶住2個女嚟到大學開會，Ellie 亦都參與咗會議。Ellie 觀察到嗰2個細路女表現得好唔自在，由於擔心 Philip 違反咗假釋條例，於是佢打咗個電話俾 Philip 嘅假釋官。當日晏晝，2名假釋官就揸車去到 Philip 嘅屋企，一到埗，假釋官就為 Philip 上咗手銬，並且搜尋咗成間屋，除咗 Nancy 同佢嘅媽媽之外，並冇發現其他人。根據假釋條例，Philip 唔能夠接觸未成年人，佢亦都只能夠喺屋企範圍40公里內嘅地方活動，而 UC Berkeley 已經超出咗佢嘅活動範圍，
所以假釋官都係將菲利帶返咗假釋中心。喺路途中，菲利話俾假釋官知，嗰兩個細路女係親戚嘅小朋友，佢哋嘅父母亦都同意俾菲利帶佢哋去到大學。同上司商量之後，假釋官都係將菲利釋放咗，並要求佢喺第二日再次嚟到假釋中心討論嗰兩個細路女嘅事。8月26號，菲利帶住 Nancy、Jaycee 同埋兩個女嚟到假釋中心，為咗可以清楚了解兩個細路女嘅身份，假釋官決定分開盤問佢哋。喺審訊室，菲利依然堅持住佢自己編造嘅故事，直到當地嘅警察進入咗審訊室，菲利先終於承認佢綁架同性侵咗 Jaycee。之後，菲利同 Nancy 雙雙被逮捕。喺另一間審訊室， Jaycee 向假釋官介紹自己叫阿麗莎，嗰兩個細路女係佢個女。Jaycee 表示自己清楚知道菲利係性罪犯，但係菲利已經改過自新，佢係一個好人，而且對佢個女好好。當假釋官希望佢可以提供更多信息嚟證明自己嘅身份嗰陣， Jaycee 開始變得激動，並質問假釋官點解佢要接受盤問。當 Jaycee 知道菲利已經被逮捕之後，佢先鼓起勇氣話俾警方知自己嘅真實身份。2009年8月27號，被綁架咗18年嘅 Jaycee 終於同屋企人重逢。之後有心理學家指出， Jaycee 喺審訊室接受盤問嗰陣，表現出咗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嘅症狀。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又稱為人質綜合症，係一種心理學現象，係指被害者對於加害者產生情感，同情加害者，認同加害者嘅某啲觀點同想法，甚至調翻轉頭幫助加害者嘅一種情意結。不過 Jaycee 喺之後嘅採訪中提到，佢並唔認同呢個講法。佢話佢非常清楚菲利係綁架佢嘅人，佢為咗生存落去先會被逼認同佢，並唔係因為對佢產生咗感情。2011年6月2號，菲利同 Nancy 喺庭上承認咗綁架及強姦嘅控罪，分別獲刑431年同埋36年。喺破案之後，警方一直被媒體質疑，點解會一直錯過可以拯救 Jaycee 嘅機會？當年警方點解冇留意到 Jaycee 被綁架嘅地方同菲利喺1976年綁架 Catherine 嘅地方係一樣嘅？2006年，菲利嘅鄰居曾經報警，話菲利嘅後院搭咗好多帳篷，而且仲有細路仔住喺入面。結果警方只係喺菲利嘅屋企門口同佢傾咗30分鐘，並警告菲利，如果有人住喺間屋出邊係違法嘅，跟住就離開咗。警方之後亦都為呢個失誤向 Jaycee 道歉。警方喺破案之後公開嘅調查報告顯示，警方過去一直錯誤地將菲利列為需要低度監視嘅罪犯。報告指出，一名假釋官曾經喺菲利嘅屋企度見到一位12歲嘅細路女。菲利表示嗰個係佢哥哥嘅女。雖然菲利嘅哥哥曾經證實佢並冇小朋友，但係嗰名假釋官都係冇採取任何行動嚟到進行查證。之後 Jaycee 向加州政府提出咗訴訟。2010年7月，加州政府就執法人員嘅失誤而造成 Jaycee 要繼續承受肉體上及精神上嘅虐待，向佢支付咗2000萬美元嘅和解賠償金。2011年 Jaycee 將自己嘅經歷寫成一本書《被偷走的人生回憶錄》。
希望可以透過自己嘅故事，鼓勵其他受到傷害嘅人一定要堅強。同年，佢亦都成立咗 JC 基金會，幫助同佢有住相同經歷嘅家庭，慢慢走出傷痛。2016年，JC 出咗佢嘅第二本書《自由：我的第一次》，講述咗佢重獲自由之後如何重新適應生活嘅過程。佢喺書入面講到，不幸發生之後，生活都係要繼續過落去，你冇必要放棄自己。我始終相信，開啟幸福之門嘅鎖匙就掌握喺我哋嘅手中。